大马士革传出爆炸声，叙总统府遭遇轰炸。特朗普放狠话，让泽连斯基用导弹机瞄准莫斯科。经济制裁俄罗斯，如果50天内不结束战争，将加收100%关税。普京下定决心，集结重兵围攻苏梅。俄乌130万人大会战创历史新高，真相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7月13号以来，叙利亚南部德鲁兹人聚居的苏韦达省爆发武装冲突。以色列7月14号起介入叙南部武装冲突，连续2天打击叙政权。在苏韦达省和德拉省的军事目标，7月16号，以军打击大马士革多处重要目标，叙总统府、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大楼及农村省南部德拉省多处地点遭遇空袭。在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攻击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非常担忧，并呼吁双方立即停火。据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叙利亚新政权军队，以军同意了美方要求，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其社交账号发文称，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警告已经结束，下一步将是痛苦的打击。以军将在叙南部苏韦达地区继续开展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直至袭击德鲁兹人的势力被彻底清除。他还向以色列境内的德鲁兹人发出呼吁，称可以信任以军将保护叙利亚境内德鲁兹人。他强调，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本人已经做出承诺，并将确保兑现这一承诺。普京身边人告诉美国，收到特朗普的通牒后，反而坚定了普京打下去的决心。3位克宫的消息人士表示，面对特朗普施加的压力，普京非常坚定，并不打算让步，他会继续战斗，直到欧美国家接受他的条件。而且随着俄军在前线的推进，普京的领土诉求可能会扩大。消息人士指出，普京相信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足以抵御欧洲采取的任何制裁措施，他们可能承受进一步的经济困难。普京不担心美国威胁对购买俄油的印度加征关税。消息人士称，普京认为美方从来没有人与他认真讨论过乌克兰问题的细节，所以他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他得到想要的所有东西。他重视与特朗普的关系，与美国特使也进行了不错的讨论，但俄罗斯的利益高于一切。另一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实际上对普京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使美国对购买俄油的国家加征关税，俄罗斯仍然会找到办法将石油卖到国际市场。说白了，特朗普最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威胁，普京根本就不怕。至于为什么不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特朗普宣布针对俄罗斯的重要声明，内容主要有2点。第一，若50天后俄乌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俄加征100%的关税，并施加2级关税。第二，美国将通过北约购买并转交给乌克兰的方式，为基辅持续提供军援，防御性武器将立即提供，未来有可能解锁相互供应进攻性武器。咱们先看第一条，对俄加征100%的关税，对普京政府的杀伤力几乎为0。去年俄罗斯对美国出口额仅30亿美元出头，相比于2021年暴跌90%以上。在此基础上，即使再加100%关税，影响也相当有限。至于2级关税，特朗普虽然没有细说，但相关法案已经开始在国会层面推进了。初步方案是美国对于俄罗斯存在贸易的国家加征关税，这里有2个不确定的地方，一是关税的具体数额，目前比较多的说法是加征100%的关税；二是关税的征收对象，如果对所有与俄罗斯存在贸易联系的国家征收关税，那么这个范围就太大了，执行起来也太困难。有一种方案是对购买俄罗斯特定商品的国家加征关税，并适配不同的关税税率，比如仅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加征关税。当然，如果特朗普想的话，他可以动用总统的权力，让相关法案在执行过程中进一步被简化。也就是说本轮对俄罗斯发起的制裁根本就不需要国会的立法。许多2级关税法案的支持者承认，这份法案更多只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总统本身就有权利来否决制裁。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直接从行政部门发布制裁，无需借国会之手，而且效果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2级关税法案虽然一定能通过，但是否执行、何时执行、怎么执行，最后还得看特朗普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他动嘴巴的事儿，而不论是从以往经验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普京也无需对此感到担心。同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伊朗已经被这么制裁了好多年，结果伊朗的石油还是能卖，还是能流入到它应该流入的地方，而美国也只是制裁了涉事的民营企业。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无论再怎么对俄罗斯施加经济上的制裁，意义都已经不大了。
除非美国有能力让另外一个大国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经贸联系，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场上的事情还是得靠拳头来说话。特朗普现在能给普京施加压力的最有效手段，恐怕还是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就是第二条了。特朗普政府目前仅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比如爱国者导弹，但实际上，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反制俄罗斯的远程打击，乌克兰需要射程能够覆盖俄境内目标的进攻性武器。拜登执政末期，美国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此类武器，包括射程可达300公里的 ATACMS 战术导弹，射程500公里的海马斯增程火箭弹以及 F-16战斗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旧的订单执行完毕后，这些武器再也没有新的供应。直到最近，事情才有了新的转机。在此前与美国军方和北约高层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得到了一份可通过第三方转让提供给乌克兰的远程打击系统清单。清单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也就是14号特朗普宣布的重大消息，向乌克兰提供1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军事观察杂志很快报道称，鉴于美国库存减少，尤其是在12号战争中，为应对伊朗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导弹袭击，消耗了数十枚导弹，这导致美国目前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下降到五角大楼认为国家安全所需数量的 25%。这意味着即便有第三方付费，美国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不会有足够的拦截弹。但据悉乌克兰方面希望获得射程可达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说实话，战斧的确有点超纲了，德国现在都不敢给射程500公里的金牛座，更别说让欧盟掏钱给乌克兰买战斧了。这玩意儿要是真被乌克兰扔到莫斯科去，整个局面很容易就失控了。这点可不是大兵乱说的呀！就在这个月初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时，特朗普询问过，如果美国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是否敢袭击莫斯科？后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完全可以，只要你们给我们武器。这确实吓到了特朗普。就在7月15号，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告诉记者们，他不应该把莫斯科作为目标，打太远的不能给，但射程能覆盖靠近乌克兰边境那几个俄罗斯地区的导弹，比如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特朗普可能还是会考虑的。相比于已经让俄罗斯感到麻木的经济制裁，这些实打实的进攻性武器援助，可能才会让特朗普真正感受到一丝压力。不过对于特朗普的话，普京还是做出了现实的回应。当特朗普宣布要对乌克兰恢复军事援助之后，普京不再手下留情。据基辅时报7月15号报道称，俄乌双方正在苏梅战场进行厮杀，该方向的战斗突然变得猛烈起来，俄军还在整个顿涅茨克西北战线不断投入兵力。塔斯社等多家外媒指出，一场大规模战略决战极有可能爆发。7月16号，俄乌双方在苏梅地区集结兵力达130万，创下冲突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苏梅地区已经决定俄乌胜负的战略枢纽。这片位于哈尔科夫与基辅之间的平原，控制着乌克兰东北部的铁路命脉。俄军若突破此地，向东可切断乌东集团军补给，向西直逼基辅门户。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已在金德拉蒂夫卡建立桥头堡，工兵以每天5公里速度向前挖掘战壕。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战报显示，俄军在拉夫蒂诺、尤纳基夫卡、米罗皮利亚北郊以及苏梅州北部地区同时发动进攻。俄军第155海军步兵旅、83空降旅、72摩步师等多支主力部队悉数出动，双方兵力部署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俄军投入30万主力，包括朝鲜3万突击队以及非洲雇佣兵，乌军则集中了最后的战斗旅。俄军采用火墙推进战术，炮兵半小时覆盖乌军阵地，步兵随后清剿残存据点。而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群伏击装甲纵队，曾创下单日摧毁47辆战车的战绩。更致命的是，俄军形成的16公里包围圈，约 1.2 万乌军士兵被困其中。前线士兵描述，弹药进不来，伤员出不去。这种惨烈景象让人想起一战法尔登战役。不过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集结精锐部队，前往苏梅北部的金德拉蒂夫卡和安德烈夫卡，组织大规模反攻。按照乌军的意图，是想一举切断俄军先头部队，从而实现关门打狗。美国战争研究所也发出警告，俄军需保持每天2公里突破速度才能取胜，否则将陷入消耗战泥潭。按照3年来俄军的推进速度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